你好，问下，子府圣地咋空无一人？你不知道吗？800年前，荒天帝就带着子府、昆仑、瑶光3大圣地一同飞升了。荒天帝这名听着就霸气，可比天命者强太多。陈长生，你徒弟可比你有本事。有啥好担心的？徒弟比你厉害，你不该偷着乐吗？这地方全是他回忆，乌力不可能丢掉，可当年却带着所有人飞升。800年前这事绝对有猫腻，他肯定碰到难处了。哪有那么夸张？真出大事，昆仑圣地怎会跟着一同飞升？我也不好说。你想想，乌力把圣虚禁地赶出中田后，他就销声匿迹了。要是圣虚是怕乌力，所以藏起来，那荒古禁地为啥也没踪影了？那接下来要怎么做？找到他们，不管死活，总得弄个清楚。你确实会这么做。以前为了我都敢独闯幽冥森林，现在大伙儿都没影了，你哪能坐得住？那你打算咋找人？当年所有人都看见圣地飞升，咱们总不能一直往天上追。你可是神兽白泽，古籍上写你通晓天下事，这般瑞兽怎会想出这样的蠢法子？那你倒是拿个主意，所有人都亲眼见他们飞升，不往天上追还能去哪儿学？别只看表面，他们根本不是单纯飞升，真要是去享福，不可能不留线索。之前乌力特意来幽冥森林跟我道别，他们本来想抹掉所有痕迹，最后还是露出马脚。纳兰性刀，没错，就是纳兰性刀。当初你们重伤，我去幽冥森林救你们，他伤势过重，带上他飞升，他必死。公孙怀玉不可能坐视不管。这话没错，公孙怀玉一心挂念纳兰性德，肯定偷偷留了线索。但乌力心思缜密，肯定料到这点，定会看住他不让他留啊。乌力管得住徒弟，却管不住瑶光圣子扶摇。我曾救过纳兰性德，所以扶摇欠我人情。他清楚我不认可乌力的做法，定会私留线索。可外界都说扶摇1000年前就已经离世了，只是做给外人看的。扶摇修为极高，不可能凭空消失，咱们亲自去看看就知道了。不对啊，扶摇是瑶光的，要查该去瑶光，来昆仑干嘛？总算找着了。当年扶摇全家遭瑶光屠杀，1000年受其约束，根本不愿葬在瑶光。蝴蝶谷是纳兰性德隐居净土，扶摇若假死，衣冠墓必在这儿。多年不见，恩兄依旧洒脱。群牧找人这块没人比得过你。你既然找到此地，就劳烦替我立块碑。陈长生，他在骂你。挖坟被调侃也就罢了，但他背地里笑我。现在我得求他，但这笔仇我记下了。线索来了。你们默契的胜过亲兄弟吧？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你懂什么？这是英雄相惜，你感受不到也正常，因为你不是人，算不上英雄。不是人又如何？我实力不输人族，日后我收服人类当仆从，看你还怎么嘲讽我。行，我等你收服人类，但现在先带上纳兰性德，找个清静地歇会儿。这脱胎换骨的法子也太牛了！幽冥森林都有这能耐，那造这片林子的得强得多吓人！别问我，我就是只普通狗子，啥也不懂。小子啊，你这一觉睡得可真够久的。拜见先生。别整这些，我来找你，你应该知道我想问啥。先生，天帝临走交代过，不能向你透露。我实在没法跟你说。小子，乌力我暂时抓不住，现在你还帮他，真当我收拾不了你？怕就说实话，乌力为什么带走圣地众人？800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当年我被封在兽穴时，圣地之事一概不知。但怀玉和我说过内情，这得从你离开子府圣地，
一位神秘女子到访说起。下界残缺，我第2次听到这话，看来圣地众人飞升和这个有关。乌力这么做有把握吗？先生，你了解天地，真有法子，何必瞒你？当初怀玉看似没事，实则早已做好赴死准备。胡闹！我早劝过他，刚守天命1000年就敢率众涉险，这李念生也跟着乱来，真当我管不了？把扶摇的线索拿出来，他敢护着你，肯定留了后手。是主动给，还是要我动手才肯拿？扶摇说这条登天小径仅限1、2人同行，用完就没了。先生再想想。我的决定不用你管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怀玉生死未卜，你就看着。先生别打趣我，我就是凡人，毫无修为，有心无力，不交出玉简，只是怕你出事。说人话！我要闯出自己的道，收拾所有害怀玉之人。现在玉简被你拿走，我连登天都做不到。你们一家人都太绝。我刚帮你开了修行泉眼，你如今已是修士，日后修为全看自己。我有不少天才地宝，你若缺资源，功法尽管开口。不用，先生，我从小读遍古籍，只想悟出自己的道，并且我向来不喜欢修士打打杀杀。心气倒是挺大，这话你敢当着公孙怀玉的面讲？我素来护着夫人，从不说惹她烦心的话。说的好听，其实就是怕老婆。我再给你找条登天路，免得你怪我拿了玉简。你想走自己的路随便你，等你修成大道，我拜你为师见识一番。这就是扶摇说的那条登天小路。这扶摇怕不是在坑我吧？陈长生，这条路我们必须走，但走之前跟我说实话，你心里打算怎么做？要是我说这次登天，我绝不后退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你也太实在，要拼命也先哄我上祭台再说。这么直白我都没法接，这话不算，重说。不逗你了，我只是想去给故人收尸。别糊弄我，真当我好骗？只为收尸就闯九死一生的登天路，这话骗小孩都不信。你怎么会这么想？道理明摆着，为这么件小事搭上自己的命，世上哪有这种人？小黑，你是上古神兽，不懂人情，世人皆念叶落归根。现在连身负天命的荒天帝都打不过的对手，那我去了也没用。若故人全部遇害，我就带回他们的尸骨回中庭。我还是想不通，依我看，替他们报仇才实在。不懂没事，我直白问你，要是我死在登天路上，你会任由我尸骨流落此地吗？我懂了，但你最好活着，因为这路太危险。你要是没了，我未必带得回你。放心，800年前乌力他们就闯过登天路，再惨烈的战事早该平息，咱们未必遇上敌人。有道理，那快开启祭台。死狗，就不能缩小点儿？不要，我好不容易才变回本体。无力做的，有可能，不敢想当年的敌人有多可怕，逼得他出此下策，亲手斩断登天路。看来800年前，他们遭遇的是死局。第3281局。陈长生，你还要接着往前吗？怎么了？我察觉到前面有那2个丫头的气息，浓烈的反常。只是受伤绝不会这样，他们恐怕已经遇害，说不定连尸骨都没有。知道了。好家伙，直接撕裂空间，造出一个小世界。我好像闻到了故人的气息，进去看看。你总算来了，我早料到你会来。一声不吭偷偷走掉，压根儿没把我放在心上是吧？我们早就商量好不告诉你，你生性爱自由，此行凶险，带上你只会困住你一生。我身为师兄，舍不得委屈你。瞎说！上清观主之位本该是我让给你的。世上没有假如，如今我是观主，辈分还高于你，你永远是我小师弟。给你10个呼吸时间，好好说话。再敢顶嘴，我的百花酿你一口都别想喝。
是当年那批百花酿。没错，这么多年你竟还存着，快拿给我尝尝。我后来酿过许多百花酿，却再也没有当年的味道。好酒，原来仅仅是他残存的一丝神识罢了。临死前能再喝一口百花酿，此生无遗憾了。这酒味道不对，入口又苦又涩。回头我重新酿一坛。别乱说，这是我喝过最好的酒。对了，安葬三师兄时给他尝了吗？没，事后才记起，我只能把酒洒在他坟前。那一坛还要分给师傅和几位师兄，他们多喝几口，我就剩不下多少了。三师兄最爱喝酒，知道你藏酒，挺定从坟里出来揍你，大师兄都拉不住。好在我喝到这美酒，到了地下也好跟众位师兄炫耀一番。我本是做棺材生意，该给各位收尸，可你们见证过师兄留在这里能传扬不败道人名声，今日便不带走各位。这杯酒以表心意，你们长留此地，我带我师兄走了。师兄，当年我备好所有人的棺椁，如今最后这孔给你，咱们上清宫一家人也算团聚了。白泽，咱们走登天路都3年了，别拦我，大家都走了，我能怎么办？所有仇怨都清了，活着的人好好过日子。你想要的结果已经有了，回去吧。别急着赶我走，我还有事问你，那俩丫头是不是出事了？他们伤势很重，乌力安排你的心上人李念生给带走了。别乱讲，那是我妹。你们之间有血缘吗？没有。那就是心上人。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棺材，怎么样？我很喜欢，把我画好看点儿。我要走的体面些，我的身世撑不了多久。想问什么，抓紧说。还喜欢我吗？我已经不明白喜欢是什么了。既然这样，你心里为何还记挂着我？人总会放不下年少的遗憾，我这辈子都忘不掉当年剃光我狼毛的人。乌力能成吗？不太可能，各大势力都盯着下界，他想解开折叠下界这事，惹了所有人不满，想做成只能另找时机。我的手艺越来越好了，几千年里就这次打扮的最痛心。能抱我一下吗？我不想一个人死去。不行，我还是单身，抱了你以后不好娶妻。找不到也没事，我嫁给你好了。不行，你是狼，我是人，真在一起，孩子岂不是半人半狼？时间久了，我在你心里的样子会不会慢慢模糊？会。你会忘了我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就像石头，哪怕敲碎碾成粉，模样随便，却永远不会彻底消失。这样你只会痛苦。我留在你心底的痕迹虽然像尘埃，可时间一长，还是会把你的心伤透。为逝者执念不止。选了这条路，我便早已满身伤痕，长生能看淡生死，这份心痛，是我活着的证明。帮我变回原形。我想像从前一样靠在你怀里。天命虽强，但有时也是束缚。登天路是乌力天命所系，路断天命崩塌，不少人暗中算计下界，你千万小心，天命另有隐秘，往后只能你自己探寻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左星河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无力，老师，再见。想抢我的天命，我偏不顺你们意，要动手尽管来。天命归我，
谁也别抢！凭什么全是你的？把东西交出来，我留你一条性命。萤火之光，也敢与皓月争辉？长生哥哥，这次换我守护你了。百败先尊，你纯属自寻死路！哼，想杀我，先看看你够不够格。陈兄，我们很快就会相见的。我们的约定依旧有效。好家伙，耳朵都快被震聋了，这点打击就消沉了。这次不行，下次再来，早晚能赢。我清楚迟早能赢，可就算赢了，逝去的人也回不来了。你既然舍不得他们，当初为何不拦下？我不会拦他们，他们皆是天骄，各有归途。我不愿为留住他们束缚他们一生。那你就拼尽全力登顶，唯有最强才能护住身边人。放心，我只想静一静。故人离世，我总得难过一会儿吧，而且还得替我徒弟报仇呢。我有点累，想自己静静。你先去别的地方玩。你要自己待多久？至少100-200年。乌力舍弃天命后，新的传人不是扶摇，就是张百慎。到时我要找他们问清楚。那我怎么去找你啊？不用找我，时候到了，我自会找你。修行界实在无趣，反倒凡间更合我心意。算命喽！有缘分文不取，无缘重金不算。陈长生，别吆喝，等下人忽悠了，小心挨揍。王婶儿，棺材铺生意太差，再不找点活，我就要饿死了。今天有3鲜包子吗？有，特意给你留了。系统，我当真扛不住这一世天命。没错。为什么？你修为不足以承载天命，说白了就是太懒散，不配。你说话太扎心。我可从没偷懒修行。180年，你每日仅修炼半个时辰，其余吃喝闲逛，还抢孩童糖葫芦。不全是我的错，二狗买走最后一串不肯分我，往日我还分他包子，他倒好，一点都不懂分上，不公平。宿主，你凡间游玩180年，一直在寻人，你确定能找到？说不准，但此人一定存在。前人偏命登天，可我如今实力不足，重走旧路只会悲剧重演。我要寻一位超越所有天命者的人。宿主，这不可能，天命者本就是世间顶尖，无人能单独胜过。事在人为，若天命者当真无敌，无力当初也不会拼死闯登天路。13，赶紧去刷粪桶，小红都催你3回了。 3鲜包子，要不要来点儿？要。求我？别这么倔，福聚软就能吃包子，何苦挨饿？真不求我，你攒钱就是要赎傲雪红梅，但他要1000两黄金，你月访1钱，一辈子都不够。求我，我立刻帮你。行，那咱们耗着，看你什么时候求我。听说赵柯要纳妾，对象是万花楼花魁傲雪红梅。赵柯不是已有好几房妾室了？狠狠打，也不看看自己身份，还想说傲雪红梅，不自量力！公子，一个杂役有什么好看？看看我嘛。这300两给你，说一句扣10两，碰我一下扣50两，剩多少全看你。公子不喜我，我不靠近便是。人无贵贱，换作是我未必比你强。这钱是剥瓜子的酬劳，收下吧。好了，别打了。陈公子，这人坏规矩，总得惩处。规矩我懂，但你们打闹扰了我兴致。这100两拿去喝茶，把他赶走，别再让我看见。哼，真是块硬骨头。真是惹上麻烦了。我本是做下葬积德的，偏偏遇上你。
好歹换块成色好的，这点钱连买药都不够。钱不够，往后慢慢还，活一日便还一日。等我死了，这笔账才算完。那我亏太多，不如你把性命抵给我，才算公平。我的命另有用处，不能给你。若你觉得吃亏，药膏拿走，混将我伤势复原也行。我守了你5年，劝你服软你不肯。那做个交易，我教你变强，你帮我办一件事，之后互不相欠。行，要做什么？你如今太弱，先不说这个，只知你叫13，你姓什么？没有姓。那你随我姓陈，往后叫陈13。你是神仙？算是吧。那你为何选中我？我是天赋顶尖的天才吗？恰恰相反，你资质极差，很难有比你更差的。资质差没关系，你先选条变强的路子，或是挑件兵器。我要练剑。我不擅长剑法，学拳法多好，一拳能震碎大山。我要练剑。那学阵法也行，借天地之力杀敌。我要练剑。你怎么这么倔？我剑法不行，怎么把你教到最强？你见过最强的人吗？见过。那你为什么选我？因为这事极难，天下第一出手也只能办成一半。你都说了我天赋差，成不了强者，所以我只管挥剑尽力，能不能帮上你我不管。说得好，这本基础剑法你先研读，我出去一趟，在此等我。赵客为娶你，倒是舍得下本钱。多谢你方才救下13，不然他必死无疑。小乞丐，过来，鸡蛋给你。妈妈，你看这个小乞丐太可怜，留他在后院做杂工吧。瞧这饿的，多少天没吃东西了。小乞丐，来万花楼做杂役不？不但管饭，还能挣钱。我愿意。如今你是花魁，他只是杂役，你成名后便躲着他，该不只是身份悬殊吧？我清楚他喜欢我，可我不能见他。为什么？我本一无所有，若他只图一时欢愉，我无所谓；可他一片真心，我不能耽误他。他根本不在乎你的出身。可我在乎。安稳生活是他该得的，我配不上，也给不了他。这5年我总偷看，他心性干净，可我心已污浊，又能怎么办？可惜他早点求我，我便能带你脱离这里。没什么可惜的，13看得清我的命运。4年前他来找我，问我想不想离开，我猜到有人暗中帮他。你猜猜我当时怎么答的？我那时没留意你们，不清楚这事，你怎么说的？我心里的13向来傲骨不肯低头，我劝他别为我委屈自己，却愿意为我放下身段，什么好东西都留给我，没人比他更好。若有来生，我一定不顾一切嫁给他。这样值得吗？旁人觉得不值，可这份情谊是我们活下去的指望。人人身不由己，你也救不进世人。若碰到仙人都无解的难关该怎么办？所以终究只能靠我们自己。你说的对，仙人并非万能，凡事终究靠自己。我要带13离开，要见他最后一面吗？不必，我们早已心意相通，相见徒增难过。你知晓赵客底细？知道。不打算脱身？是的。从前我信天命难改，可你们走出了另一条路，扛下宿命，却绝不认输，坦然直面命运，我由衷敬佩。怎么不练了？我还以为你会练到虚脱来证明自己。练剑是为我自己，不用向你证明。但你剑法实在怪异，再没天赋也不至于这么差劲。我照着你给的剑谱练的，可我不认字，只能看图瞎比划。剑谱文字都是发力诀窍，只看图容易练偏。不认字直接说，我教你。我以为咱们只是交易，你不会多费心教我。是我考虑不周，以后叫我先生。我教你变强，先吃饭。你这是讨好我？算不上，肉是你拿来的，我负责烤制。
我可以吃，但第一块理应给你。仙界是什么模样？看着气派，实则比凡间更险恶。我能在仙界活下去吗？很难，那些天资好的再绝都能保命，可你天赋差又执拗，撑不过3日。对不起，让你亏本了。倒不至于，有我护着你不会轻易丧命。你死了，我损失更大。可天下能人那么多，你为何偏偏选我？不全是，仙人和凡人大多怕死，各种磨难都能让人低头。初心亦有，坚守最难。也就你这倔脾气能守住初心，只有你能守住初心。你手里的剑，才能和天下最强的人对决。早点睡，明天出发。你身子太弱，去北漠练练。提前说一句，那边和尚下手超狠。他们为啥打我们？不打我，只揍你。为啥？我跟他们有仇，打不过我就只能拿你撒气。傲雪红梅今天出嫁，她要嫁给赵克。此人好色贪欢，傲雪红梅已是他第18房小妾，之前10几房都被他厌弃，下场凄凉。他往后日子必定难熬。等我变强，一定活着去救他。有件事我没说，这5年我一直观察他。他喜欢你却自觉不配，你一走他无牵无挂，绝不会嫁赵克。花轿到府，怕是只剩一具尸体。你现在去没用，赵家人多还有修士，你打不过，求我帮你摆平，灭赵家轻而易举。我不求你。为什么？这是我的事，不用你插手。可你硬闯，红梅必死。死没什么怕的，怕的是认命。他碰上赵家是命，躲得过这次，躲不过下次。救他是我该做的，打不过只怪我太弱。我可以输给天命，但绝不低头求你。不求我那就做交易，我帮你变强，你帮我做事。不用。人有骨气是好，但别硬撑。难道要为面子眼睁睁看着红梅送死？我不想红梅死，付多大代价我愿意，但我命早押给你，没东西能换。我知道自己去多半救不了她，可我一定要亲自去找，哪怕人没了。我不怕命，所以绝不会求人。我和红梅都是这个性子。行，我不插手，你俩出事了我都不管。你要是死了，就算我亏本。多谢，如果我活着回来，一定履约。拿着。剑客哪能没剑？这残剑先借你，日后记得还我。放心，肯定还你。原先嫌他倔，现在反倒合我心意。或许他真能登顶天下，击败最强者。他性子和宿主相近，所以宿主看中他。别乱说，我处事懂得变通，才不像他那般死倔。长生本就是诅咒，历经万千岁月，你何曾向他服软？两码事儿，长生哪能随便认命？总不能自尽吧？真要自尽，那也不是认输。躲去无人之地，熬过漫长岁月，便是向诅咒低头。你本可如此，却偏偏选择……我不听，我才不去！活得久了都争这么孩子气。这果子新鲜，我拿2个尝尝，没事吧？前辈随便吃，只求饶过赵家。你委屈什么？3年前我提醒赵家将有血光之灾，你非不信，还放狗咬我。如今灾祸应验，本该庆幸，为何一脸愁苦？你算的是准，可这场灾祸根本是你招来的。你这般本事，怎么能混进凡人卖棺材？早知你这般能耐，借我们胆子也不敢放狗咬你。我不是来找麻烦的，都怪你二儿子，他18房妾是我朋友心上人，我就是过来看看。前辈，我立马处置他，并且就算倾尽家产也给你朋友二人办风光婚事。等等，这么激动干啥？前辈，是这样安排不合您心意？倒也不是不妥，我只是好奇，二公子娶红梅，名正言顺。我朋友上门抢亲，明显欺辱你们，你们竟毫无半点怨气。我们哪敢有怨气？您就是金山城的天，只求您手下留情，饶了赵家。我明白你们的难处，可我们摆明欺负你们，你们甘心认下？在您面前，赵家只能认命。这么轻易服转，太让我失望，远不如我朋友。前辈说笑了，我们不值一提，您饶了赵家，
我马上遣散赵克所有妾室。别说了，你们三人老实跪着，等人来抢亲。今日谁也不许出祠堂。陈13，别辜负我布的局，我倒要看看你会不会向命运低头。你想干什么？前日有人替你求情，我才放你，现在还敢拦路，真当我不敢杀你？红梅跟着你迟早没命，我要带她走。这里4两7钱银子，是我全部身家。你怕不是傻？就这点银子也想赎人？真想抢人就痛痛快快拔剑，我还敬你几分。如今这般，是博同情？红梅叫我先讲理，不行再动手。这是我全部积蓄，你不肯放人，我便用剑带他走。这才像样。若是收拾个窝囊废，旁人只会笑我。动作麻利点儿，别误了我成亲。解决了直接剁碎喂狗，看着心烦。你这功夫哪儿学的？这般差劲，也想带走红梅，简直做梦！徐统，我是不是太狠？我本可轻松了事，却让他硬闯难关。我有办法两全，不但能护住他道心，还能救下傲雪红梅。理论上可行，但宿主不会这么做。为什么？因为陈13有世人最初的倔强，绝不认命。修行者都说我命由我不由天，年轻修士深信不疑，年长的却不信。众人修炼只为挣脱束缚，可越修行越容易妥协。赵家便是如此，为活命能舍弃脸面、亲情、财富。系统，赵田当初修炼图啥？求逍遥，做天下第一，不用屈从任何人。现在呢？只求保全家族，谨小慎微，苟活，多活几日。你凭啥说玄武国和苏天哥哥算不上最强？往后你自然清楚，事实会给你答案。天骄大会上，从前认定玄武国与苏天是天下无敌的左近，亲眼见苏天接连落败，才看清他们放眼世间何其渺小。子府圣地称霸中庭之日，我们玄武国定会鼎力相助。先生，近来可好？我挺好，倒是你看着沉稳多了。全靠先生提点，我才早早看清天地广阔，而玄武国不过是区区小国。众人都变了，昔日天骄皆争天命，我与强者现世后，众人纷纷另寻出路。因为硬争天命只会陨落，选择本无对错，可他们再也没了当年的锐气。唉，是我逼你走这条苦路，我都分不清对错。若无我，你可能安稳度日，安稳离世，不必常年这般煎熬的。宿主，测算显示10个呼吸之后他就会丧命，放任他死毫无意义。我哪儿没管？玄武左皇的真武剑都给他了，收拾这群人足够。可剑灵还没醒，普通人根本催动不了，你就是看着他送死。我确实在旁观，但我也等他创造奇迹。真武剑断后，剑灵沉睡，我怎么都唤不醒。陈13若能激活剑灵，才算逆天。乌力都没能闯过登天路，他做不到这点，怎么能撑到终点？早点解脱，反而少受苦。你不怕死吗？怕死为何还要来？你走这条路注定会死。你觉得那人会出手帮你？我没指望他救。那你指望我救你？我没想这些，只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放我回去，我还有事，没空多说。你看到我的过往了，断剑，你的死都是天命。你要做的事极难，我帮不了你登顶。不用过意不去，肯跟我说话我就很满足。那么多人唤你，你都不理，我资质一般，你却主动搭话，我挺开心的。我还有急事，放我出去吧。从这儿出去就行。等等，还有什么事吗？你单凭执念就敢和天命死磕？我见过人间百态，日出日落，生死轮回皆是定数。就算结局早已注定，也要活得轰轰烈烈，绝不消沉。天命可折磨，可杀我，但绝改不了我的本心。就算结局已注定，也要活得轰轰烈烈。陈长生，你总算等到个不负天命的人。行，我就帮他造出第一个奇迹。系统，或许你说的没错，世上就无奇迹。宿主，你心里清楚，奇迹只是概率。陈13唤不醒剑灵。
系统，这难道就是奇迹？宿主，只是极低概率的巧合罢了。少绕弯子，我清楚概率低。我问你，这种事世人怎么称呼？有情绪，真想怼他。回宿主，世人称其为奇迹。这次碰巧发生，再出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，别抱有过高期待。就不能尊重下我吗？咱俩也算熟人，用得着这么狠？那小子冲动，你也跟着乱来，快把这小子救醒！知道了，现在急了早干嘛去？还好我医术过硬，不然他命都保不住。他怎么还没醒？别急，他本身体质极差，药效大打折扣。就算我医术再好，也没法让他马上清醒。我天赋不差，招式大多能看懂，唯独看不懂你那一剑。你只是普通人，却伤了我，实在离谱。我随手拿根草都堪比神兵，别说普通人，就连命登境的巫力都伤不了我。可算醒了，再睡下去我都打算直接把你埋了。是你救我的。可不是我懒得管你这烂摊子，全是你自己弄的。别沾沾自喜，刚才打得太差劲，这还不行？差太远了，都是普通人而已。修士杀他们很简单，你反倒打成重伤，随便一个彼岸境都比你厉害。彼岸境很弱，垫底的。修炼分苦海、洞天、神境，而彼岸只是苦海末尾，连洞天都摸不着，光看境界排序就知道多菜了吧？我知道我现在弱，但我一定会拼命变强。那你好好努力，实力虽差，心气不错，坚持下去。敢坏我计划，我绝不放过你。你地位这么高，跟一把剑放狠话，不愧是剑中帝王。绝世大美人这下变丑喽？看我干嘛？本来就变丑了。你心上人伤成这样，还不快找大夫？红梅还活着，我又没说他死了，只是划伤脸，止好血就没事，再耽搁就说不准了。走过路过别错过，祖传金疮药，专治脸部刀剪伤，无效不要钱。我现在真想骂人。这要多少钱？不贵，100东珠，10000两黄金，再加1箱珠宝。你清楚我的底细，没必要抬价为难我。我当然知道你没钱，可红梅有，赵家的聘礼还是我亲自点的。这就是仙人，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。别看了，走不走？先生，红梅为啥不愿跟我走？她本来就没打算跟你走。为什么？你们本就不是一路人，迟早要分开。是因为修行？不是修行的问题，你天资太差。红梅资质虽普通，但比你强，带着她我不麻烦。实话跟你说，当初她本可以用死来反抗，却低头认命了。人一旦向命运妥协一次，就再也挣脱不开。那他当初若是自尽，和现在又有什么区别？确实差不多。这下知道命运有多难对抗吧？谁都想翻身，没几个能成。我也想你逆天改命，但我也不知道怎么才算摆脱。那我如今拼命还有什么意义？只能说你还没被命运压垮，以后能不能坚持住不好说。红梅毁容就是为了这个？对，她不是拒绝赵克，是想让你彻底放下，好好生活。先生，我们走吧。小子，遇上他你该知足，感情少有善终，大不了往后我给你介绍几位仙子。当真？我还以为你多专一，原来这么花心。刚分开就想着别人，一点都不重情义。先生，你有没有心意之人？问这个干什么？我只是好奇，要是你的心上人跟红梅一样，你会如何？开玩笑，我四处逍遥，怎会被情爱牵绊？知己多到数不清。那你有没有跟他们说过心意？原来没发现你这么能抬杠，大人的事别乱打听，少说两句。5年前一枚鸡蛋救了快要饿死的我，5年后，这枚鸡蛋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。先生，是您开创了如今的时代吗？是，但我只是其中一人。你也别得意，你资质普通，
比你厉害的人遍地都是。您都有这般本事，咱们为何还要去不周山偷学功法？我虽开创这个时代，可想变强得学各家本事。去不周山就是和修士论道切磋。原来是这样，那只是论道还用偷请柬？凭你的身份，他们不该抢着请你，难道你……别多管我的事，快去换衣服，先去不周山，我晚点来。记住我教你的，说错话会没命。180年了，半个人影都没有，你们究竟在等什么？等下我问一句，你们答一句，别乱说，也别瞎问，明白吗？第一个问题，不周山怎么来的？前辈，是荒天帝移过来的，他执掌天命后相中此地，搬山到此暂作行宫。第二个问题，荒天帝飞收时，当真带走了所有人？回前辈，天帝飞升时尽数带走众人，因为后人去子府圣地寻宝，一无所获。行，你们回答的不错。你这小子藏了啥？要不是路过，都不知道你锁住了西周龙脉。当年你去幽冥森林见我最后一面，到底想说啥？小子，还跟我遮遮掩掩，我倒要看看你准备了什么。先生，你的兵器存储物里，他们却从口中吐出来，同是修士，差距怎么这么大？教你个修行诀窍，就是口吐兵器的修士大多穷困，碰到尽管全力出手。为什么？这就得讲讲本命法宝了。本命法宝靠自身精血炼化，同阶威力更强，用着更顺手。既然本命法宝这么强，你刚才为何那么讲？本命法宝威力虽足，却和神魂绑定，碎了轻则重伤，重则修为尽废。有宗门撑腰的天才都不练，武器丢了能重立，修为没了一切都没了。然大家都知道这隐患，为何没人化解？选一件无比坚固的本命法器，不就能避免受伤？道理虽如此，坚固本命灵材极难寻，寻常修士没得选才练本命，遇上大宗弟子更吃亏。对方法器源源不断，本命耗不起。原来修仙也费钱，我还以为仙人不在意财物。仙人比凡人更看重钱财，修行4要素：财、履、法、地，钱财排在首位。都说仙人清心寡欲，他倒吃的跟饿了几百年一样。诸位道友，不周山论剑是西周剑修盛会，这件宝物就是本次论剑奖品。先生，这是什么？玄鸟，他是高阶妖族，但前不久族群被人族剿灭，这只是活捉来的。为啥人族和玄鸟一族恩怨这么深吗？没什么仇，玄鸟全身都是修行宝贝，自然被人盯上。修仙界都不讲理吗？说灭一族就灭，也太过分了。别多想，修仙界大多时候还是讲规矩的。可再怎么说，也不该直接灭了整个族群，实在太残忍了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修仙界弱肉强食，妖族掌权，人族遭殃。你觉得残忍只是实力不够？妖族若出绝世强者，你不会趁早除掉？他跟我有仇吗？虽无仇，但他一统天下妖族，势必欺压人族，他约束不住同族。我不会下手的，和他无怨无仇。人族打不过妖族，只能怪人族自己弱小。你心善，可惜世人不是都如此。去把玄鸟弄来，我有用。让我从众多修士手里抢，可我打不过他们。我知道，那你去不去？先生未免太冷淡了。犟归犟，但我就喜欢这种不服软的年轻人。小兄弟，规则还没讲，你先下去等会儿。有人让我来拿玄鸟，你先讲完规则，我再带走。小子，宝物归强者，你打得过在场众人？我未必最强，但玄鸟我一定要带走。若我拦你，你有把握赢？我只管出剑，然后带走玄鸟，输赢没想太多。好个只管挥剑，修蛇人就该有这般胆识。我指点你几招，助你剑道精进。看好了，我要动手了。老李手下留情，他修为低微，别伤太重。放心，我只半分力量。这少年心性不错，只是太过执拗，磨磨锐气也好。凭你的修为，想磨平他的倔脾气，还差得远。
此人凭空现身，不露声响，修为深不可测。先生，我赢了。伤成这样还好意思说赢？因为我先出剑的。先出剑的就能赢？我出剑比他早，5步之内我能先刺中他。现在隔20里，我没修为躲不开剑气。道理没错，但你没赢。继续打，我看好你。让你继续比试，你去拉鸟笼干什么？你只叫我带走玄鸟，没让我跟人动手，没人拦我就没必要打。可他们拦着不让我走啊！拦你的事我不管，我只负责带走玄鸟。我话少不代表傻，你故意想看我难堪，我才不替你出头。你看着沉默，心里倒是透亮。明知我算计你，为何方才还要动手？你算计我归算计我，咱俩有约在先，交代我的事我定会办妥。让诸位见笑，少年不懂分寸，还望海涵。玄鸟我带走，各位就散了吧。道友，玄鸟不能随便带走，你是哪派的？名册没见你名字。我苍云山王二麻子，这是我师弟李大嘴，名册有我，你再核对下。太敷衍了吧！想捣乱别把我们当傻子。你不觉得王二麻子这名字不对劲？你脸上一颗麻子都没有，好意思叫这名儿？我和苍云山王二麻子相熟，他本名叫王二，满脸麻子才得这外号。你脸上麻子呢？我就说，好好一人，脸上长麻子就算了，名字还带麻子，原来是你们起的外号，实在失礼。就借我用会儿，别这么小气。之前借你都痛快得很，现下有新欢就不理我了。倔驴，我本就不擅长剑法，这一剑平平无奇。既然说好教你，总得演示一遍，省得你练剑时总偷偷看我。书呆子，那人回来了，咱们赶紧找他玩去。难怪那粗然这般看重此人，修为平平，气韵倒是与众不同。有种就出来！休要狂妄，当真以为没人治得了你？我清楚你们厉害，敢出来吗？来一个杀一个，2个灭1双，3个我立马撤走，然后荒会来找你们麻烦。我俩联手能端掉圣虚3成据点，不妨试试。当初我要是在，你们安稳不到今天。各大禁地我最嫌你们干的脏事自己清楚，有人憋了4000年火气，迟早算账。我倒要看这怨气怎么收拾你们。陈长生若在，定会紧盯这块石碑，因为上面的字迹他见过，并且至今铭记。敢问您是哪位前辈？算不上前辈，我叫王二麻子，来不周山论剑。对了，比试我拿第1没？前辈剑法顶尖，论剑第1必定是你。都散了，我嫌人多。往东30里地下埋了俩人，想挖现在去。玄鸟一族在妖族战力顶尖，这般强盛族群为何会覆灭？给我说下原因。前辈，求您放过妖族，4000年前是我们不对，现已悔过，还请手下留情。你认识我？打小我就见父皇天天发愁，说妖族以前闯了大祸，早晚要遭报应。玄鸟族被灭那天，父皇拼死送我逃走，让我找到能劝动荒天地的人。谁清楚玄鸟灭族的内情，谁就能救妖族。乌力暗地里算计西周，连妖族根基都重创了。你父皇有远见，你也算走运，可我凭什么出手帮妖族？我天玄立誓，玄鸟族永世与人族和睦共和。若人妖开战，我族必占人族一方。他性格和陈13截然不同，乌力重创妖族，人妖积怨深重，天玄却愿做2族和事堡。妖族分支不除，日后若出强者，人族必有祸患。有天玄与玄鸟族在，人妖便可止战。你倒是通透，本打算问完就动手，你的话打动我了。
能一辈子守好誓言吗？玄鸟族一日不灭，此事永不违背。好，我给妖族一次机会，起来。先生，妖族从前到底闯了什么祸？不算大过，只是战队出错。4000年前，荒天帝未掌天命，群雄中途论道，妖族天才随晋帝之子偷袭其手下统领公孙怀玉。就因为这件事？这只是开端。荒天帝平定中田后，首件事便是收复西周。那即便妖族与公孙怀玉有怨，也不该牵连西周所有妖族。没那么简单，你没看到关键。荒天帝要一统天下，各方势力只是假意归顺，救仇加立威，他才先收复西周。你这点心性，修为再高也难执掌天下。我从没想过称霸天下，也不会统领各方势力。只求自身不断变强。荒天帝征讨西周，而妖族勾结晋帝对抗，49位强者布阵紧困他3月，错失杀他良机。圣帝来人破阵，妖族38老祖当场战死，剩余4人不久也死了。7位晋帝高手仅1人逃生。玄鸟族覆灭时，父皇只让我寻妖族救星，没有线索。本不抱希望，可没想到真的寻到了。他定是荒天帝之师陈长生。前辈，当年妖族走错路，我们现在真心认错。你们心里清楚错在哪儿。当年妖族高层勾结晋帝围杀荒天帝，惹怒公孙怀玉，你们困住荒天帝3个月，他就屠了妖族3个月。那3个月虎贲灭掉38只妖族，西周死伤惨重，而威名全靠这一战。是我出手保下2成妖族，玄鸟族本要被铲除，但侥幸活了下来。您的救命之恩，我们永世难忘。今后您尽管吩咐，我们赴汤蹈火。光表决心没用，得看做事。玄鸟族和妖族的命运都在你手里，别辜负我。话我说完了，怎么做看你。往东梁里有野果，去摘些。好的，先生。多学学人家，能放下血海深仇，行事利落，懂变通，这样修行才能走得远。你性子太犟，没我护着，在外活不过3天。人各有路，他和我不一样，我不用逼自己学他，更不必愧疚。这小子看着老实，一点都骗不住。先生，当年是你帮荒天帝破的大阵。对。这段时间我跟着你听了很多传闻，都说屋里有位神秘师傅，是你吗？没错，就是我。我厉害吧？先生，我装不出惊讶，我资质差你还收我，我全然信你。你不用刻意显摆，就算你不算厉害，我也不在乎。无论我强弱，他都不嫌弃，句句真心，反倒让我浑身不自在。果然，真诚最让人招架不住。哼，多谢你不嫌弃我。等会儿所有对手都交给你练手。啊，还有敌人？当然，能覆灭玄鸟族的势力不简单。咱们缴了论剑，幕后之人定会现身，到时你直接出手，只跟同龄对手交手即可。先生，你这是故意算计我？没错，就是磨练你。记好我的话，就不会吃亏。我考考你有没有用心听。好。血旅，敌人来了，老的归我，小的你搞定。爹，是他先冲过来，我只是随手还手。无妨，他只是跟你切磋，你去照看他伤势，我去拜见那位前辈。万通商会前方孔拜见前辈。没听过万通商会，说说你的底细。万通商会立了1500年，生意遍及东荒、西周、中庭，商会强者众多。一届商会能掌控3州，你能耐再大，也有人撑腰。别绕弯，说幕后是谁？有高人搅乱论剑大会，你过去一趟。好，我马上派人摆平。你亲自去，无论对方提什么条件，全都答应。不想说就算了，逼你个跑腿的也没必要。多谢前辈。不必谢，替我办3件事。前辈请吩咐。第一，保全玄鸟族，找地方安顿他们。第二，转告你背后的人，我陈长生回来了，旧账该算算。第三，踏平不轴山，再纵容下去，西周妖族迟早死绝。
前辈，玄鸟族死伤惨重，残余族人要么四散逃亡，大多还被转手贩卖，很难全部找回来。也难怪他不肯配合。刚差点覆灭玄鸟族，现在放走俘虏就是自留隐患，换谁都不会乐意。我明白你的顾虑，我担保3000年内玄鸟族绝不找商会麻烦，他们若生事，我亲自灭掉玄鸟族，你看如何？前辈不必如此，给我半月，我定安顿好玄鸟族人。好，就这么定。你先回吧，我还有事儿，不多留你。前辈留步，您身旁无人伺候，若不嫌弃，小女愿随您身旁照料起居。你叫什么？回前辈，晚辈钱宝儿。你愿不愿意跟着我？不。我愿意。小姑娘挺机灵，愿意就随我。2个少年性子死犟，有你陪着清静些。跟你父亲道别，我们要去北漠，许久不归。这小子还是这样犟，重伤也不吭声。我若不管，他能硬撑致死。够了！你们年轻人本该话多，怎么一路闷不作声？不憋得慌？前辈无聊啦，我跳支舞给您解闷儿。不是这个，我是说你们就没什么想问我的？前辈救了玄鸟一族，我不敢随便打探您的事。天玄说的对，您想说自会告知，我们不该多问。先生别瞅我，你知道我一向不爱开口。我真是糊涂，居然指望着闷葫芦主动搭话。先生，我第2剑为何会输？您说过持本命兵器者大多出身贫寒，遇上尽管全力出手，我照做还是败了。话你记牢了，却没领会深意。我说大多不是全部，宝儿便是例外。我早料到你会被他兵器所伤，可知我为何故意让你吃亏？不知，就是敲打你。你死将不收剑，太冒进容易吃亏，没法劝你收手，只能让你动手前想清楚，这一剑该不该刺。我明白了，先生。懂就好，边走边说。我给你找了个合适的剑术师傅。他人在哪？在中庭。要不是为了你，我根本不想见他。我们年岁相仿，他能得前辈悉心教导，我却只是棋子，命运相差太远。天玄，该你提问了。前辈，我别叫我前辈，和13一样喊我先生。好的，先生。有疑问尽管问，你心里困惑肯定比他多。先生，妖族衰败都是不周山害的。没错，他压住西周龙脉，不断耗掉妖族气运，不然单凭商会根本对付不了玄鸟族。毁了不周山，妖族就能恢复往日盛景。难，这山是荒天帝布置的，妖族衰落本就是他的算计，推倒只能暂时缓和，想彻底复原得查清全盘谋划。我现在没空，只能延后。宝儿，你有啥问题？前辈，我能不能跟他们一样，也喊你先生？当然可以。先生，我们3个谁修为最高？这个不好说，但你肯定最弱。为什么？先生，我没那么差吧？您再仔细看看。不用看，你就是最弱。别看陈13，他日后定会超过你。他修行的苦你扛不住，天玄的路你也走不了。陈13早晚都能变强，那他为啥还会受苦？先生，这儿真有我师傅。那肯定，我还能骗你？找到了。先生，此物大凶，赶紧埋回去。你认得这物件？我不算了解，只听过送葬人的名号，这名字忌讳得很，他一现世就会引发灾祸。古籍里相关记载少得可难，明显是有人故意抹去了他的痕迹。送葬人谁啊？这可怎么办？居然碰到送葬人！我也听过送葬人，但知道的不多。你们说说。都是族里长辈说的，没人知他出身来历。
但凡顶尖奇才将死，他就会出现，每次现身必有天骄丧命。听着吓人，终究只是传闻。宝儿，你知道的多，你说说。先生，咱们先离开再说，这名字是禁忌，不能多提。尽管说，有我在，送葬人伤不了你。我们商会私下查过，高层才知晓，200年前他现身过一回。原来是这样，他那次出现是为了谁？他现身本身没讲究，只是这次目标来头极大，先生猜猜是谁？谁？说出来你肯定震惊，是上清观不败道人，还有夜月国银月狼皇。你没开玩笑？他俩当年跟着黄天帝飞升了，无数人都参不透飞升，怎么会死在这里？我也不清楚，不管送葬人是一同飞升还是后去的，他绝对知道飞升真相，也清楚2人死因。掌握这么多秘密的人，我们根本惹不起。宝儿，你们查到线索，没挖开坟验证？先生别说笑，我们不敢招惹送葬人，而且挖坟也折损阴德，发现线索后还特意掩盖了踪迹。没有就好，又是100年了。他与黄天帝同辈，孰是银月狼皇等人？当年众人飞升，唯有他滞留此地。飞升之路只剩2座坟冢，无人返还。莫非他便是送葬人？先生，您认识送葬人？我跟他很熟，但送葬人不是灾星，只是安葬老友。先挖这口棺材，地形变了不好找，别碰另外2座坟。这宝地我找了好久。信息量太大，我缓一缓。刚才浑身发冷，原来是因为挖坟。商会但凡碰那2坟，咱们早就没命了。先生，此人实力很强吗？他实力极强，曾与黄天帝交手，奈何对方太过强大，他生不逢时，否则必能威震一方。跪下！本不想打扰你，可我走投无路。你在此道修为最高，虽曾是对手，我也只能前来求助。行礼吧，往后他便是你师父。先生，要我拜师，总得告知他名号吧？记住，他是昆仑剑道第1人江峰，连黄天帝都忌惮他。他败给的是命运，并非黄天帝。师父，我知道你们曾是对手，先生与我有大恩，我绝不会与他为敌。你败给了天命，往后我定一剑一天，了结这份遗憾。先生，这把剑曾经断过。此剑曾断裂，由江峰重铸。对战荒天帝也完好无损。他曾见到真谛，能领悟多少，全凭你自身。先生，你要去那儿？我去见见旧友，先行离开。你们继续赶路。老和尚，你来追我们呀！你们这群调皮鬼，再闹我就不给你们念经了。别，才不听念经呢！袈裟放这儿了，你自己拿。多年未见，一来就捉弄我这瞎和尚，何苦呢？你看得比谁都通透，找你可真不容易。终究还是被你找到了，偏敢犯点来，真让人无奈。当年威名远扬的玄心大师，如今眼盲体衰。想当年，你可曾惊艳无数人？肉身皆是虚像，我终究会老去，不像你长生不老。你今日前来定有要事，不妨直说。我要去一趟北漠。尽管去吧，北漠僧人拦不住你，乌力还为你留了机缘。我想再闯一次登天路。你去过登天路吗？去过，上次败落了，所以我要再去一次。你找到合适人选了？差不多吧。登天路艰险，他是最有希望的人。你要让他去闯登天路？我信你的眼光，你选中的人，那他便绝对配得上这条路。可你真舍得，甘愿牺牲身边人去成全别人吗？乌力早料到如今局面，当初特意留你，就是不让你插手阻拦。你重情义，护同伴，你们俩的本事在乱世里自保没问题。他劝不动你，就带人默默离开了。安稳活着，难道不是最好的归宿？活着未必是好事，漫长岁月最熬人。完颜悦他们本已尘埃落定，却因你苦熬1000年。你活了这么久，想必深有体会。
我早有预感，也感同身受。有些事看透了依旧放不下，你千年执念难消，才落得如今处境。要不要我陪你走一趟登天路？我本不愿前去，但这份人情我得还。算了吧，你隐忍千年的心绪，浪费在登天路上太可惜了。收下吧，压住体内魔性。再这样下去，你会沦为旷世魔头。这便是你当年天教大会所用的舍利子。这是故人遗物。小和尚心地纯善，能用舍利镇住你这个魔头，他也能安心了。那就多谢了。乌力的手段不错，当年我差点走火入魔，多亏乌力拦下，不然全城都会遭难。无情仙子的事情，你该……怎么，你连我也想杀？难道不行？岁月能冲淡过往，也会加深执念。你重提旧事，分明是故意刺激我。收了魔气，此事不再提。我可不想对上你这个疯子。这就对了，跟我这将死之人讲大道理，纯属自讨苦吃。怨气既已抒发，便早些离去吧。你留在时间，实在让人费心。放心，我早就在等这一天了。就算有人想留我，我也不愿再活下去。等等，怎么还有什么遗言？我能有什么遗言？就是有2个小问题想问你一下。说吧，好歹也是相识一场，能说的我一定说。你为何不隐瞒长生的秘密？此物诱惑极大，就不怕旁人觊觎算计？惜命之人看不透秘密，一心求死也不必我隐瞒。长生对他们本就是折磨，再熬1000年，你又能怎样？弄死你！我苦熬1000年，即将解脱，你却还要让我受罪。不除了你，我寝食难安。道理便是这样，你们知晓秘密也无妨。我从不担心你们贪恋长生。哈哈哈哈！你看得一向通透，难怪总能识人。哈哈哈。第2个问题，你挑的人怎么样？难道是比乌力还出众的奇才？他天资平平，比不上乌力，但性子倔强，重情又能放下过往，不被外物和天命牵绊，认准路就一往无前。草！你身为出家人，也说脏话？说说也无妨。我早已被佛门舍弃，不必再守清规。只是他性子特殊，往后注定磨难重重。没错，他此生注定磨难缠身，跟着我更是前路艰险。想要登天，就得割舍过往，如同忍痛割去自身血肉。你真是禽兽不如！我也这样觉得。若可以，就放他一马。连你都说他命苦，往后日子必定艰难。正因如此，才给他最后机会。他们3人将同赴北漠，若是落败，他也能解脱。而且他尚未开拳眼，同伴也只是彼岸境后辈。北漠佛国危机四伏，凭他们几个晚辈，此行必败。常理来看，的确难成，但我相信他，他总能创造奇迹。闯登天路正需要这般人。接下来打算怎么走？我打算去前面吃点包子。你想错了，我是想问往后去路。我们一路前行，究竟所求为何？为了去前面吃点包子。前面的包子好吃吗？挺香的，是肉包。那咱们赶紧动身，我也想吃了。且慢，先生选中了你我，前路险象环生，你为何从不担忧？我们这般坚持，意义何在？行事何须多问缘由，随心而动便足矣。吃美食，游山河，执剑相助，皆是我本心。前路再难也心甘情愿，这便是意义。13兄，听你一言，我茅塞顿开。我很好奇，先生是如何说服你这执拗之人的？我没什么学识，听不懂文绉绉的话。并非先生劝说，是我本心愿意信他。哦，先生到底做了什么，
能让你这么倔的人信服？他等了我5年，也劝了我5年，我自然愿意信他。还有吗？他还送了我一颗鸡蛋。只是鸡蛋？只是鸡蛋。吃吗？我乃玄鸟一族，卵生出身，实在不便吃鸡蛋，所以吃吗？吃大的。书呆子，别总埋头看书，整日待在这里，你不觉得无聊吗？白泽，相伴近20载，你性子还是这般急躁。亏你还记得20年，我本自在逍遥，却被你留在此处。如今时限已到，该放我出去游历了。并非不让你外出，只是你生性好动，容易惹祸。当下世道纷乱，先生又不在，恐你遭遇强敌，身陷险境。别小看我，我虽不算顶尖高手，逃命本领却无人能及。你虽学得阵法真传，可天外有天，先生尚且不敢大意，你忘了曾被华阳洞天追杀？当初若没能逃回南园，早已遇险。我只是不愿计较，真动手他们赢不了我。我可是见惯风浪的神兽。你往日安稳全靠先生相伴，并非自身本事。你的修为本就平平。纳兰性德，你过分了，专挑断处说。我闭关出关才300年，能有这般修为已然不错。好好，我不说了。这下能让我安心看书了吧？不行！陈长生已然现世，陪我去找他。他曾许诺，待他出世，我便可前去相见。我知晓先生不会丢下你，他只是让你静心等候，时机一到，他自会前来。你们读书人总爱钻牛角尖，谁去找谁又有什么区别？其中差别很大。先生没来找你，你就不能外出。书呆子，你就不想见陈长生？他说你悟通大道，便拜你为师，你就不心动？我修为学识尚不及陈长生，不敢奢望他拜我为师。现在不行，不代表将来不行。正所谓读万卷书，不如行万里路，不做到知行合一，你怎么让陈长生给你当学生？好一个知行合一，这话是你想出来的？这话是陈长生随口所言，我觉得有趣，便记在了心里。难怪我修为停滞，原来是缺少历练。先生的眼界格局，着实令人敬佩。我们走吧。走去哪儿？去找先生吧。你一直念叨着要去，如今正好动身。书呆子，你总算想通了。我感应到陈长生在西周，咱们现在就动身去找他。我们不去西周，去北漠。为什么？荒天地飞升后，多地元气受损，西周也日渐衰落。如今唯有北漠、南园仍有顶尖强者。那为什么不能是南园呢？下次别再说这种蠢话，我都要怀疑你的神兽血脉了。对了，书呆子，你怎么突然就想通了？因为我要和其他人去讲道理。什么意思？从书中悟出道理，但若不去践行，学来便毫无用处。你懂吗？我是异兽，你是酸腐书生，这些道理我哪听得懂？大概率是听不懂的。那你说，出口成脏可不行，你得改掉这个毛病。 20年前白泽来此避难，事后没能离开，并非不愿走，而是身不由己。唉，陈13，你这天资实在不怎么样啊！能开始修行，我就挺知足了。先生早说你天赋平平，如今人人可修行。我供足资源，你却足足用了3月，进度太慢。辛苦你为我付出这么多，抱歉，让你破费了。我日后必会。谈钱就俗了，朋友之间谈什么报答？你也太小看我了。可人情也得算清楚，总不能白白受你帮助。东西不用还，相助全凭心意。你若成顶尖剑客，日后便摘颗星辰送我。好，我一定斩下天上最亮的那个星辰给你当礼物。你帮13修行，他许诺摘星相报。
你也为我耗费不少丹药，我该如何报答？那你也摘颗星辰送我，凑成一对，我就做成星辰耳环。13送你最亮的星，那我便第2亮的送你。那我就静候佳音。咱们已到北茂边境，先是何时前来会合？再往前抵达佛国便能见到先生，只是当地局势动荡，恐生变故。佛国变故与我们无关，这种闲事轮不到我们操心。没错，我们只为会合先生，不理北漠纷争。抓紧赶路，佛国还有段距离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不知大师前来所谓何事？佛门将逢大劫，小僧愿出手相助，助佛门渡厄。大师所言属实，贫僧从不妄言，此番前来自有渡劫之法。原来这般，大师速速入内。不知大师出自哪座寺庙修行？小僧在少林寺修行，法号觉远。觉远大师，此处便是佛门灾劫根源。荒天帝神通手段果然不凡，此矛锁死佛国命脉，若想将其拔除，须得一场机缘。是何种机缘？天命。荒天帝已成天命，且早已飞升，我们该去哪里寻天命之人？荒天帝飞收后，天命已断，寻到新任天命者，便能化解佛门浩劫。你是谁？我乃少林寺觉远，长矛封印佛国命脉，唯有天命者能化解。旧天命已断，需立新天命者救国。荒天帝乃世间共主，你所言简直大逆不道！贫僧严守戒律，所言皆实。知晓你们忌惮荒天帝，我有信物为证。这是荒天帝的天命残片，天命已碎，他必受重创，真相显而易见。真是添乱，就不能多留些时间让我准备吗？传令众人即刻行动，有人已然入局，此人向来不肯吃亏，必会前来分利。主人，他如此不识趣，要不要属下出手？荒天帝是他弟子，你岂能妄动？此人助其承接天命，实力不俗，万万招惹不得。属下知错，请主人责罚。照吩咐行事。再设守夜人一职，只需守门，清闲自在，这是先前约定。遵命。陈长生，这一世天命在我，你争不过，注定要为天庭守门。他竟要拼死一搏，着实出乎我的意料。我事已了，后续纠葛你们自行处理。此地藏着个怯懦之人，登天路大事已定，且看暗处之人如何收场。再让一试吧。这一世还要继续退让吗？上次若非无力出手，天命本就归他。登天路将起，乱象丛生，便由他承接天命。老师，唯有你懂我。我虽违逆你，实属无奈。昔日你屠戮雷兽族，我身为弟子难掩屈辱，换作是你，想必也会如此。咱们往后慢慢算，只是我不会就此罢休。书呆子，怎么了？白泽，执掌天命之人，便是世间至强吗？那自然，天命者本就是天下最强。道理确实如此，往后我们怕是要与天命者正面交手了。不是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字面上的意思。诸位，如今该相信贫僧了吧？阿弥陀佛，觉远大师，佛门接下来该怎么做？召集天下强者，召开佛缘大会，旧天命持有者可争夺新天命，拔毛便能执掌佛国。大师手握天命，何不亲自拔毛？贸然办大会，只会滋生祸端。做事当虑长远。从前有荒天地制衡，日后也会有新天地。佛门势大，易遭觊觎，若天命旁失，佛门便难以立足。如今他已是新天命现世，佛门根基深厚，正可收拢人心立足，切莫错失时机。阿弥陀佛，大师说的有理，不知大会何时开启？事不宜迟，残缺天命不稳，各方势力都会前来争夺，最终胜负全凭实力。这群僧人不好糊弄，还好我略胜一筹。你竟敢拆分天命，难怪落败。心性浮躁又受不了气，真不知随了谁。原来你当初交出天命早有谋划，那我便顺势掌控局面。既然众人躲着我，不如搅动风云，
看看能引出多少潜藏之人。出什么事了？13，先生说过在哪和我们会合吗？先生并未提及，咱们原本约好去佛国等候。情况有变，计划得改。我们现在不宜进入佛国。不过佛国有所动静，你何必慌张？我们只是等人，并非前去挑事。你根本不懂，佛国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宝儿，是我失态了。你阅历不足，并不清楚佛国真正的实力。那你倒是说说，佛国究竟强在哪儿？荒天帝在世时各方臣服，他离去后新势力四起，商会再强也挡不住老牌势力出手。哼，哪有这么夸张？实力可不是熬时间就能变强的。你也清楚商会击败过玄鸟一族，那你觉得我们实力如何？我们虽赢了玄鸟一族，但也着实费了不少力气。你们实力确实强悍。没错，你们击败的是元气大伤的玄鸟一族，昔日妖族遭荒天帝征讨，早已实力锐减。我懂了，玄鸟全盛时我们未必能赢，难道佛国比巅峰玄鸟还要强？这不只是实力差距，族中典籍记载，曾有先辈入佛门任护法，修为达命登境巅峰，半步神境。命登境巅峰仅为护法，实在难以置信。可佛国如此强大，为何会被荒天帝镇压多年？只因对方是荒天帝，佛国蛰伏多年，并非实力不足，而是畏惧他的威压。佛国现时必生大乱，此地凶险，我们实力不足，还是暂且避一避。分析的挺到位，不错。先生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事稍后再说，我们先聊正事。此地距佛国2万里，你们一路深入，走到这里，再与我会合。合着我刚才说了半天都是白费口舌。先生，前路凶险，我们难以应对。我知晓危机四伏，但仍要你们前往。若想退出，随时可以走。先生，就算想磨练我们，也得指点一二啊！凭我们现在的实力前去，无异于送死。没错，我就是让你们去送死。2万里路途艰险，佛国更是挑战开端，这也是你们最后的退出机会。先生，我还纳闷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此地？不是，我刚刚的话你没听到吗？听到了。这条路艰险难熬，一路上九死一生。然后呢？局势如此凶险，你就没仔细考量过？我实在不解你们为何紧张。路再难也不能退缩。我修行尚浅，但见世间凡人历经苦难，也从未止步。哈哈哈哈！说得好，你总能带来惊喜。可你们有退路，凡人却无路可选，只能奋力前行。佛国3年后举办佛缘大会，时间刚好够你们赶路抵达。先生既在此，为何还要我们去佛国寻你？我只是分出一缕神识在此，本体还在佛国。原来如此，这也太厉害了，能不能教教我？当然可以，不过你要慢慢来。这株300年五味草，你们运气着实不错。歇好了就过来，吃饭了。先生，别再这样了，连日打斗早已伤了他们身子，再下去撑不住的。说得对，这样耗着难有长进。我准备了惊喜，保管你们感兴趣。你真打算把我们玩死啊？先生，这里的人好多呀。先生身份不凡，可13追随您许久，为何从没带他见过世面？修行需抵御诱惑，从前不带他入世，就是怕他分心。如今才特意带他前来。那就听您的，我想带他俩去买几件新衣，一路征战，衣衫都磨破了。我无事，你们尽管去，花销我已备好，我也趁此休整，有事唤我即可。城里花销应该不低吧？我钱财不多，咱们待会儿省着点用。别多想，你的银两不够用。先生早备好钱财，都是猎杀凶兽的边角料变卖所得。如今你们手头也算宽裕。
那赶紧去换钱。说好请客，我可不能失信。一共卖了3600斤神元，你收好。猎杀凶兽我也有出力，该分一份。这2袋你们拿着。宝儿，这城里哪家酒楼最好吃？既然你执意请客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街口八宝斋味道绝佳，就去那里吧。好，我们就去八宝斋。啊，你没告诉他，八宝斋随便一道菜都要100斤神元起步。没有。你这样弄，13应该会很心疼的。就是故意让他破费，改过度节俭的性子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。我们要一道红嘴绿鹰钩。好嘞，客官，还要些什么？没有了。客官，你们3人就吃1道菜？我们带着干粮，1道菜已经够了。别管他，招牌菜全上。再来一坛180年竹叶青，可别拿次品糊弄。好嘞，客官，您稍等。天玄，这一桌得花多少神元啊？不多，8道招牌菜各200斤神元，再加1坛老酒，合计近1700斤。钱借你，往后你需朝我出一剑。我要对你出剑，你反倒借钱给我？没错，你以后的剑不是谁都有资格看的。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厉害啊？你如今尚且不足，但未来可期。先生悉心教你练剑，我信他眼光，你的剑术终会惊艳众人。这笔交易是我赚了。我不敢说剑艺天下第一，但定会全力向你出剑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呸！你也想赴南宫小姐的宴会，简直痴心妄想！糟了，天玄，快去拦住他！准备动手吧，他性子执拗，谁都劝不住。先生，这事莫非是你安排的？别乱猜，这事与我无关，我怎会闹出这种闹剧？先生，楼上之人气息都极强，你可知他们来历？略知一二，楼上皆是本地天骄。清虚天传人南宫若雪已达本我境。清虚天的传人怎么会来此地？无非是前来寻宝。200年前流星陨落，此地异象频发，传闻有上古瑞兽屠宝鼠出没，引得众人相争。先生，你这是闹哪样？自然是躲起来看戏，局势明摆着，我可不想被牵连。如今的高人怎么都这般不靠谱？不用伺候，有事我会叫你。别再纠缠，不然对你不客气。我不是伙计，你们砸了我的菜，得赔。故意来找事儿，偏不赔，你能怎样？菜并非你们所毁，我要方才那人赔偿。人是我扔的，你有什么资格让我赔？玄鸟一族竟与万通商会联手，倒是有意思。你的帮手都不敌我，更不行。现在说说，凭什么要我赔偿？破坏东西理应赔偿，这是规矩。我偏不讲理，你能怎样？说好，只出手一次。南宫若雪，你就袖手旁观。这少年胆识过人，就此作罢吧。哼，强者为尊，挑衅我便要付出代价。洞天刚现世，此事不能丢了颜面。两派交好，不代表我们任你驱使。我管不了你，但外界视我们为一体。华阳天失了颜面，清虚天也难以置身事外。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，切勿伤及性命。哼，我本无意伤人，劳仙子出手阻截，也想见识一下清虚天的天罗地网。
如今小辈胆子真大，两笔暗镜一拳眼镜，竟敢招惹本我境强者，分明是越级相斗。你修行近千年，竟也欺软怕硬，纵容强者横行，反倒为难讨公道的少年。此事该如何收场？你们一向趋炎附势，如今落到我手上。不过我愿依少年之意论理，他只想从此不再往来，你们可接受？怎么都不说话？既无人表态，便由我做主。全都盯着此灯，坚持1个时辰。有人眨眼，便按我的规矩处置。全员坚持住，就依少年的想法了结。我先走了，别心存侥幸，好好反省趋炎附势的行事作风。仙子还不出手，等他们逃入荒野，就难捉拿了。天罗地网已成，1个时辰内，就算命灯尽，也无法出城。清虚天的天罗地网名不虚传，接下来就有劳仙子了。此阵果然精妙，咱们前去查看。方才出手偏重，他们想必也受伤。这天罗地网倒是有些意思。此阵参了秘术，还有8、9玄功的痕迹，确实不简单。本想历练13，不料他先深陷困局，两桩变故交织，结局难料，静观其变。先生，快想想办法！我只是神识，无法动手。不过我安排的变数很快就会出现。你真要把我们往死整！你们敢动手，顽童商会绝不会善罢甘休！真是天大的笑话！别拿商会唬人，修行界本就弱肉强食，你有后台，我也并非孤身一人。你也算有胆量，低头认错，我便放过你们。忍心连累同伴丧命吗？天雪，我错了吗？逃回应得之物，问心无愧。这1700斤神元，有我500斤。宝儿，我错了吗？你没错，错的是他。别忘了还欠我1顿饭，快去讨回神元。我们问心无愧，错在你。速速归还1700斤神元，此事就此了结。阁下不必咄咄逼人，修行之人当知敬畏。我站里便不会退让。敬畏强者也不能颠倒是非，强者更不该恃强凌弱。倒是硬气，神元就在我这儿，有本事便来取。原来是空明天梦玉仙子，你也看上了屠宝鼠。早知如此，我与南宫仙子便……闭嘴！交出屠宝鼠，我帮你们退敌，再赐你们机缘。屠宝鼠乃是珍稀异兽。他们也想占有，把他交我，我击退2人，护你周全，并赠予机缘。凭你的实力大可强取，我本就要出手，多一个对手也不惧。他既认你为主，我不屑强夺。你若不交，我便等他们解决你，再取异兽。你倒坦荡，我便不与你动手。想夺屠宝鼠，尽管来试试。这女子有些能耐，我随手一击，她都险些躲开，倒是有趣。这是哪儿？别叫了，我还活着，再吵，怕是要被你吵死。先生，这是哪儿？你本领不凡，我伤势危重，快带我去找灵药，不然我撑不住了。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呢，结果是纸老虎呀！你做的
是的。过来，看光了。看光了。碰了没？不碰你，怎么给你擦身体？这事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再动手，我可就还手了。滚！好。分我一半，我要用来疗伤。不给，等你伤好了，我可斗不过你。怎么才能分我？这是我的，想要就拿东西来换。我教你一门秘术，你分我一半黄金。好。帮我治伤也就算了，为何还替我擦拭身体？你是故意占便宜吗？疗伤时都看见了，你衣服单薄，顺手帮你擦洗，也利于伤口恢复。那你刚才就没动过歪心思？我为啥要有歪想法？因为我漂亮。你确实好看，但我早见惯了，没别的想法了。你见过不少。我从前在万花楼当杂役，常帮姑娘们搓背，早就见惯了。为何救我？等我伤好，照样和你作对。我知道，你没害过我，我不会落井下石。往后交手各凭本事。你倒是守规矩，可在修行界难立足。把剑拿给我瞧瞧。这是柄神兵，可惜断了，剑灵也伤了。全靠屠宝鼠的灵力修补，你才能使出那招。能给我看看那一把吗？好剑，寒气逼人。它曾断裂重铸，反倒更锋利。可惜剑灵已散，成了无灵之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陈13。名字倒挺倔，和你性子很像。运转功法，我指点你几招。你指点我？怎么不行？我不敢说顶尖，指点你绰绰有余。哦。你天赋一般，能修到现在不容易，想突破得靠功法或丹药，运转下功法就行。我只看看，不会偷学。这就是我的功法。怎么回事？你平日就是这般修炼的？没错，师傅说我这套功法是天下最强的。你师傅也太糊涂了，这只是基础功法，你天赋平平，功法又差，怕是困在当前境界难突破了。别说我师傅的坏话，他要是听见，会揍你的。做都做了，还怕人说？你师傅根本就是骗人，耽误你修行。话真不少。你眼上伤还没好，就忘了之前吃亏的事？先生，天玄他们怎么样了？还活着，死不了。你是谁？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就是13的师傅。方才你骂得起劲儿，不妨接着骂。先生别吓他了，真出事了我还得费事收拾。看在13面上饶你一次。记住，言多必失，乱说话容易惹麻烦。晚辈有眼无珠，还请前辈见谅。敢问高姓大名？或许家师与您相识。我和空明天不熟，我叫陈长生。你是帝师？你知道我？不，晚辈不知道。没想到洞天中人也涉足外界，消息倒是灵通。改日我便去拜访空明天。先生，有人称你帝师，我也是第一次听闻，该是新叫法。起来吧，我不会为难你。说说看，是谁给我起了这个名号？祖训提及帝师，传言见你者皆遭不测，功法由你与荒天帝共创，踏开时代，你掌管修行界。好家伙，竟有人造谣诋毁我，知晓过往定是熟人。这祖训流传多久？出自何人？祖训由宗门18代祖师宁子道人所留，他身世成谜，无人知晓其真名。原来是他，几千年不见，居然编排我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前辈，您认识我们宗门祖师？认识，交情不浅。荒天帝麾下有虎贲、魅影、72地煞3大军团，你可听说过魅影统领？听过，魅影军团首领是子府圣女紫凝仙。前辈，莫非我宗门第18代祖师就是魅影军团首领紫凝仙子？我们交情颇深。荒天帝有3支军团，你听过魅影统领吗？这些事你暂时不懂，本想借你练剑，原来都是自己人。
前辈，既然都是误会，还请解开我身上的封印吧。想恢复实力就自行破译。我提点过不少荒天地部下，你功法练偏，你师傅教的可不太行。13即将突破神桥境，我来讲讲修行之法。苦海体系本为内外兼修，如今已然走偏，这便是你修为被封的缘由，明白了吗？晚辈实在不解，还请前辈指点迷津。很简单，问题就出在你的丹田。大家都觉得肉身和外界互不相关，殊不知两者之间另有天地，这才是苦海体系的真正奥妙。想吃透现在的修行体系，得先了解旧体系。以前修行分内外两派，我讲讲旧法内修。引灵气入丹田结丹，再以丹中灵力施展术法。先生，力量全存体内，肉身不会变弱吗？没错，内修肉身偏弱。昔日修士靠金丹，常夺舍，不少人便改走炼体之路。炼体战力虽高，却没法夺舍，本事有限。法则异变后，两种修行都行不通。后人另寻道法，想法巧妙。前辈，这套双修功法是您当年创出的吗？正是此法，可内外力量一相冲，无数天才都卡在了这一关。起初内外兼修根本无法修成。前辈，你们当初是如何化解这个难题的？看来你还没吃透苦海体系，接下来我便讲讲它的精髓。前辈，我一直按规矩修炼，为何您说我练错了？你们太过急于求成，依赖丹药速成，根基不实，修行本该步步踏实。13看得明白，他心性纯粹，踏实前行，慢走也终能修成。你悟性更高，却心浮气躁，一味靠外物提速，看似修为大涨，实则根基不稳。根基不稳，修为自然被封。丹田肉身未能同力，便和普通人无异。他修内外功法，肉身该有神力，为何现在使不出半点力量？他急于进阶，根基空虚，体内只剩灵气。我封住他丹田与神识，能量无从调动，功法也练偏了。我明白了，孟姑娘，切莫急于求成，否则得不偿失。多谢关心，可你这话听着，究竟是劝我还是嘲讽我？当然是在挖苦你啊！之前你打我，我心里憋着气呢。苦海境就讲到这里，你们自行修炼，遇困可唤我。13，我传你的都是上乘功法，别听旁人闲言，无需理会浅薄之人。喂，前辈说过怎么离开这里吗？没有。你为什么不问？忘了。这么重要的事都能忘，你笨死算了。那你为什么不问？先休息吧，先生不会明说离开之法，只能我们自己想出路。旁人遇上都会惊慌，你为何如此平静？不少男子都爱这般说辞，既然反抗无用，惊呼也只是徒添趣味。你这般照顾我，莫不是对我有意思？照顾你只是风度，并非心意，切莫多想。我师父也从不会见色冲心。你见识广，有危险及时提醒我，我若出事，你也难以脱身。知道了。真是啰嗦。往中心走探查，我传你空青天绝学神行百变，林间行动大有裨益。这果子太甜了。梦玉姑娘，我都背你整整1个月了，腿伤早该痊愈了，你不会打算一辈子让我背着吧？话不能这么说，养伤得100天，才1个月我腿还没好呢。凡人养伤才要100天，你是修士不该好这么慢。都1个月了，封印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前辈的封印我根本解不开，练了1个月一点用没有。知道你辛苦，我教你套剑法补偿下吧。我去拾柴，碰到危险立刻喊我，别到处毛动。放心，我不乱跑。你有没有什么心愿？替先生打出一剑。那事成之后呢？不断变强行不行？勉强能算，但说的太宽泛了，
来点实在的目标。除了这些，没别的了。你呢？你想做什么？让天下人都认得我，让所有人记住我的剑。你居然还是剑修？看什么？我剑术超强。若非修为被封，你连给我拿剑都不配。要是封印解开，哟，这不是空明天梦玉姑娘吗？怎么跟个小喽啰待一块儿？你那一剑重创他根基，没1个月好不了。你扛20个呼吸，我就能赶跑他。梦雨，这不关空明天的事，别插手。劝也没用，他认定的事不会改。况且你本就觊觎土宝鼠，杀完我转头就会对他下手。小子，你们俩关系挺好啊，才1个月就搭上空明天那位，看不出来你挺有手段。杀1个也是杀，2个也一样。今天送你们一起上路。啧，梦玉双手剑神形婉变都教这小子，你对他真好，该不会人都给他了？哼，不说也没事，等我杀了他，看你开不开口。陈13，我吐不出5行精华了，你快想想办法！刚才不是很狂吗？我倒要看看现在谁能救你。全言只是起步，神桥才分强弱，大家都靠血脉、天赋或神力筑桥，找准自身长处，才能把神桥境练到极致。血飘人间。小子，死了没？快！好家伙，命够硬，这样都没死。不，怎么会是凤尾鸡冠蛇？这可是10大剧毒，这怎么办？你千万别死，咱俩的账还没算。我修为被封，救不了你。脖子中毒扩散太快，你一定撑住。前辈，陈13快不行了，求您出手救救他！陈长生，你真冷血，眼睁睁看着屠鸡送死，你会有生有世独自受苦。神明，求你救他，他的劫难我愿一命相抵。能遇见你，我很知足。本想和你朝夕相伴，同游佛国，你若不在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还没爱够，不准离开我！书呆子，我闻到熟悉的气息，就在这儿。真武界怎么会在这儿？原来是凤尾鸡冠蛇，这可是剧毒。书呆子，要不你救下这2人吧？姑娘，怀里这人叫什么？陈13，你能救他吗？自然可以，救完我还要收他为徒。你总算醒了，梦玉，你衣裳都湿透了。你这无赖，早知道就不救你了。我有事要问2位，先介绍一下，在下纳兰信德，一介书生，往后我便是你师傅，唤我夫子即可。多谢搭救，可我已有师傅。多拜几位师傅也无妨。江峰授你剑法，陈长生传你修为与道途，我来教你学识、世间道理。你认识先生？何止认识，关系好得很。今天来这儿，也是陈长生让我们过来的。这是白泽的矛，白泽一出，所有野兽都服他，所以土宝鼠才会认你。也是这个指引我们过来的。难怪七位这么熟悉，原来是我的矛！陈长生也太过分，居然把我毛发！先生神识还留在此地，你当众骂他，纯属自讨苦吃。先生人我带走了。这下你放心了吧？师傅都答应了，
我没意见，我还有2个朋友在这儿，能一并带走吗？你和陈长生都姓陈，你天资平平，性子却跟他一样执拗，该不会是他儿子吧？不可能，我自幼是孤儿，姓氏是先生几年前给的，早先根本不认识他，他不可能是我爹。怎么不可能？陈长生就爱这么干，你以前受苦，说不定是他故意磨练你，不是他孩子，他何苦找你？我还没离开呢，再乱说，我就拔光你的狗牙！见过先生。不错，你看书也算悟出几分门道。不敢当，我这点本事和您比不值一提。您游历许久，可有感悟？最烦你说话绕来绕去，有话直接说。那姑娘平安无事，说不定日子过得不错，你别担心。该交代的都说完了，往后路你们自己闯。你俩在陈13抵达佛国前，不许相见。凭什么？谁让你之前骂我？这理由足够了吧？真小气。先生，等下。还有啥事儿？我在外没啥趁手兵器，您给指点下呗。没有，想要就自己去找，别指望我啥都给你。这不就是他从幽冥森林折的树枝？幽冥森林为此记恨他10年。书生，快拿来我瞧瞧。哎呦，疼死了！这棍子打手也太痛了。我要走了，你没什么想跟我说的？刚在小世界，你是不是哭了？那是雨水，你出使我高兴还来不及，哪会哭？空年天该怎么走？问这个干嘛？咱们是朋友，有空我想去寻你。谁要你来？去空明天一路凶险，就你这点本事，半路怕是没命。陈13，今日之仇，你等着！13，想不想把那姑娘留下？我去找陈长生说情，肯定不会为难你们。早想开多好，那姑娘估计已经走远了，但有我在，她跑再远，我都能接回来。白泽，我对梦月没有心思，你这样会让她误会。别害羞，她分明喜欢你。你遇险那会儿，她哭得特别难过，谁都看得出来。可我对她没好感。怎么会不喜欢？你们共过患难，还相处了1个月。他喜欢我，我就得喜欢他吗？没这种道理。书呆子，你来劝劝，我说不过他。夫子，我不喜欢他，有错吗？你没错，感情讲究互相喜欢，再真心付出也未必能得到回应，但你这般会伤透他，让他深陷难过。我把他当挚友，愿意舍命护他，这样还不够吗？不够，他要的是你的心意，不是你的性命。那我可以拒绝他吗？可以，但断不了他的情谊。他性子倔，不会轻易放下。想不通就别纠结，等你走遍世间，心里自有答案。这种事儿真能想明白？当然，曾有人和你一样，最后是爱慕他的女子想开了。那人是谁？就是带你修行的先生。先生比你想象的还出众，不少女子倾心于他。那爱慕先生的女子，想必过得很苦。旁人觉得他们苦，可他们从未后悔。感情这事本就是自愿的，这是我从他们身上悟的。那先生肯定过得很苦。没错，所以他给你留了选择。去佛国还有很远，到了你就得做决定。先生看好你，不是你天赋高，是你总能创造奇迹，能走出和他不一样的路。夫子，我真能走出先生没能走通的路。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走出来，但少年该有魄力，别担心结果，先去做。以前你干脆，现在反倒犹豫，
还是说你的剑只会对敌，不敢正视自己的心？夫子说的对，我不去担心结果，只管放手去做。我读书少，想问问有什么句子能形容我现在的心绪？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夫子说的真好，我不会说这种话。不急，以后你自然能做到。心结想开了，那就找点事做，别虚度青春。白泽，过来。书呆子，喊我啥事儿？路线我拿不定主意，你来安排吧。真让我做主？没错，我想干啥都可以，绝不反悔。既然你让我做主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改去华阳洞天收拾他们。之前他们追我，这次我要报仇。夫子，你咋让白泽拿主意？他办事根本不靠谱啊！夫子，白泽做事真的靠谱吗？白泽做事不是不靠谱，是非常不靠谱。既然这样，那你为什么还要让他做决定？你们都是我的弟子，也是读书人，读书人自然是要讲道理的。然后呢？白泽不是人，所以他可以不讲道理。陈长生想一出是一出也就罢了，原以为这位读书人夫子会安稳些，合着心更黑。好了，你们不要为这件事感到内疚。苍红欠你们1700斤神元，不可能打过一架之后这个账就不算了，还钱归还钱，两件事可不能混为一谈。另外，白泽曾被华阳洞天追杀，就算这次不让他去，下次他还是会去的。我们是去要钱，他是去报仇，你们可不要被他带偏了。靠，这些有背景有实力的人都这么无耻的吗？虽然这种行为很无赖，但感觉是真的爽。我上次刨的洞去哪儿了？我记得就在这儿啊。白泽前辈，洞天都是自成世界，没有特殊的方法是进不去的。您留下来的入口，可能已经被华阳洞天的人修复了吧？呸！本大爷留下的入口是他们能发现的吗？就这种破地方，本大爷那是来去自如。夫子，我还是觉得这样进去有些不妥，要不换个方式吧？天玄，你和13不同，你们两个选择的路截然相反。对于13，我担心他太过执拗，从而丢了性命；对于你，我则是在担心你能否守住初心。先生给了我机会，也给了玄鸟一族机会，此生此世，天玄永不敢忘。这一点，还请先生。不够，你要做的远不止于此。如果你要做的事情只有这点，那先生就不会选中你了。先生还需要我做什么？他需要你压制妖族，在未来的某段时间里压制妖族。先生的眼光看得很远，他已经预测到了未来人族会示弱。荒天地的出现，已经消耗了人族太多的气运。飞升之举，更是把中庭和东荒的底蕴抽走了10之7、8。五州已废其2，现如今北漠再起风波。先生想用北漠和背后的人斗上一斗，此战过后，北漠也会元气大伤。如此一来，人族再也没有孕育强者的土壤了。未来的强者只会出现在西周。强者怎么会诞生在西周？如今西周已经千疮百孔，根本不可能会诞生绝世强者。现在当然不可能，但是下一世呢？什么下一世？下一世的天命，这一世的天命已经确定，天命者也必定会出现在人族。随着这位天命者的出现，人族最后的气运也会被耗尽。同时在这一世，先生也会为妖族谋求生存的环境。作为回报，妖族承载天命之后需要放过人族，而你便是先生认定的承载天命之人。夫子，我能行吗？能不能行，到时候自会见分晓。重要的是，你能不能守住曾经的约定？天命者的强大无法用言语形容。当你坐上那个位置的时候，你真的能保持初心不变吗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很正常，因为天下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。但是我希望你初心不变。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反悔了，
先生将会把给你的一切都收回来。天命者也会拜？先生需要一个很强的人帮他做一件事，因为先生要做的事，很可能会有天命者阻拦。天命者理论上是不会败的，但先生做的事，又一定会成功。那么你猜猜，天命者到底会不会败？以后的事以后再想，现在先顾好眼前的事吧。北漠之轮结束之后，我打算成立一个书院，一个任何种族都可以参加的书院。这个书院会永生永世的处理，到时候记得来参加开学典礼。这是夫子在敲打我，只要书院存在一天，我就必须遵守诺言。小丫头，你白泽大爷的本事多着呢，不要随便用那种狭隘的目光来看我，因为这样会显得你很没见识。这条通道是本大爷用无上法力构建出来的，而且能直通华阳洞天后方。你们跟我来。夫子，我们不进去吗？我们是读书人，读书人怎么能钻狗洞呢？我们就算要去，也是从大门进去。道友大驾光临，真是令我华阳洞天蓬荜生辉呀！不知道友今日前来，所谓何事？擅自前来，还望老先生恕罪。在下之所以登门拜访，完全是因为一件小事。华阳天的世间行走欠我这弟子一笔债，我是来帮他要债的。原来是这样，老朽惭愧啊！想不到我那猎徒在外面居然做出了这种事情，简直是有辱门风。先生放心。那猎徒前几日刚刚回来，我马上把他叫过来给公子赔罪。来人呐，去把苍红给我叫过来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给陈公子磕头赔罪！师父，修士厮杀本无对错，他若不服，亲自来杀我便是。我为何要？孽障！我平日里是这么教导你的吗？出门在外，居然仗势欺人！若不是陈公子手下留情，你现在还有命站在这儿说话？你现在这样子，有什么资格担任华阳天的世间行走？就因为你们比我强，所以你们要让我低头，不论是非对错。那如果有一天我比你们强，是不是也可以让你们不论对错的低头？陈十三，你赢了，你真的赢了。今日你比我强，我跪你便是。我虽然断了骨头，断了脊梁，但我苍红会比你活得更久。只要我不死，你陈十三永远都会有一个敌人，一个不死不休的敌人。1700斤神元在此，苍红给陈公子赔罪了。其实你不应该跪的。先生说过，人的膝盖一旦弯了，那就再也直不起来了。多谢公子教诲。此处是华阳天的去垢泉，可以洗去一切负面影响。我看不见得，至少这泉水洗不去你心中的污秽和杀意。前辈实力高强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怪到实力上面。当初在八宝斋，你比陈十三强了不知多少，甚至可以随意掌控他的生死。但你让陈十三低头了吗？我确实没能让他低头，但他这样的人在修行界会死得很快很惨。哪怕前辈你护着他也没用，因为总有一天，这世上会出现连前辈你也对付不了的人。没错，他可能会死得很惨，但这样的人依旧值得让人尊敬，不是吗？是啊，陈十三他活成了大多数人最初梦想的样子。书呆子，快来帮忙！你看我找到了什么？哈哈，看我把他整个拽出来了！快走，那东西失控了。你是一个可怜人，我不杀你，希望你有一天能脱离苦海。怪不得白泽会针对华阳洞天，原来是这东西。华阳洞天，你们这是在玩火呀！